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60，收盘价是260.0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3.60，最低价是在256.25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91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1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转为多头趋势。实际上，目前股价已经是处于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十字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回档后，然后向上突破后的横盘中。那出现十字线，通常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如果是高开高走，那么股价容易继续上行；但是如果是低开低走，那股价会容易出现回档，因为出现十字线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短期的头部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58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64.5。我们还给出了第二个点位，还有可能会收盘在272，当然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。那实际在10月5日收盘价是在260.05，出现的是小幅的回档。那我们预测的回档和实际发生的回档啊，在收盘价的点位上虽然有些差别，但是呢，在盘中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。那既然出现十字线一根休息的 K 线，我们接下来先来看股价的上行，因为目前股价是在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并且是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0月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是这根十字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64附近。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264。好，那把它目前定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的原因是，股价只有站上它之后才能够继续上行，否则呢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做头的。对，所以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264。那264被站上之后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79。当然我们目前把原来定义的第二个目标，也就是在274附近呢，我们先把它取消，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强压力，并不是股价的上行的目标。那目前股价一旦突破了264之后啊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79，因为站上这个位置才能够继续出现头高，才能恢复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否则在上行的过程当中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股价都有可能会出现遇压而反转向下。所以这是我们
目前把279定义为第二个目标的原因。那274，也就是当日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交点呢，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压力，它并不是股价的上行的目标。好，那么279如果被站上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299.29，或者是300关口。那300关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呢，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。好，那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，分别是264、279和299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目前股价下行的目标依然是242。242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来说，它是前低，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好，242如果被跌破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35，是9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当然，跌破它之后将会恢复9月15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好，那么这个目标如果被跌破之后呢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12。那在到达它之前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给出了一个中间的一个目标，就是228。这个位置包括下方的这个趋势线啊，它只是一个强支撑，对，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并不是它下行的目标。好，那我们暂时也把这条线删除，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晰一些。好。那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42、235和21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分析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6日在盘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。在前一个交易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58附近，也就是说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那么到了10月6日，我们给出的依然是要关注20日均线值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会给出我们会下移这个水平线到257。好，257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的下限，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，同时它又在这根十字线的最低附近。那我们关注这个位置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10月6日盘中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是很容易收高，或者说是继续在这个地方横盘。但是如果在盘中股价是在257的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回档，会收低。那在当日是很容易跌破5日均线值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这个观察位的目的是在257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分别是在9月29日收盘价250和250，在这个位置是5%进场，然后在10月4日收盘价在261附近是10%的加仓。那么这个仓位的成本位是在257附近。那在10月5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也就是248附近。那股价并没有到达这个位置，那我们给的就是获利目标是上方的272到273附近。那么股价也没有到达上方，
所以目前这15%的仓位会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到了10月6日，这个仓位我们给的止损位置依然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248，也就是跌破这个位置应该即可止损出场。实际上我们会看到，如果跌破这个位置，也就跌破了目前的各条均线值。好，那么对于目前股价，我们说获利的目标依然是，也就是在264的上方都是获利的目标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如果在10月6日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涨呢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股价在这个地方冲高，继续横盘在这个地方。那一旦出现不好的信息呢，那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。对，所以说目前的获利的目标是在264上方。好，这是对于多头仓位来说。那目前比如说如果还没有进场或者之前已经获利出场的，在10月5日收盘价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进场做多的，因为成交量是量缩，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说明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目前如果股价在10月6日是无论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都会有空头的进入，尤其是如果股价出现一个低开盘或者大幅的低开盘，一定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入，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242，当然首先是下方的248。对，那么对于空头，目前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64、274还有279，这3个位置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64，第二个压力位是274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79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从257到259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53到257。对，虽然它和上方的支撑位是连上的，但是我们还要把它区分开。好，那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50到252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那第四个支撑呢，就是下方的248这个位置前低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。那我们说一下回档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61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50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收盘会收在252附近。那么出现这样的回档，它的条件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261的。对。那另外一个点位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还会有一个更深度的回档。如果是更深度的回档呢，它也将是低开盘，甚至还有可能是跳空的低开盘。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7.5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最低下方会到达247，收盘会收在24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258的。
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更低的一个收盘价的点位。好，这是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会继续回档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上涨。上涨我们也给出2个点位。那如果是上涨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最低会到达 258.5， 最高上方会到达26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65附近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到达271，那我们认为它的收盘价会在268附近。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就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 258.5 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